要会用到的工具啊，会用到的甲片、透色胶、罐装、瓶装都可以，大家都准备一下啊。罐装、瓶装都可以，甲片、透色胶，还有我们的各种笔，扫扫笔、戳戳笔，你们有什么都去准备一下啊，咱都做一下，好吧？光疗笔就是圆头光疗，主要还是圆头光疗笔用的多，这里圆头用的多啊，平头用的还少一点。基本上这些，然后底胶啊这些功能胶就不用多说了，这是这节课会用到的东西。透色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，基本上就是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，操作起来都失误度是很低的，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做。今天老师好好去把课程跟一下啊。然后扫扫笔是什么？是这种。扫扫笔是这种，就是下面有一段深的，上面有一个几根浅浅的这种毛的，这个叫做扫扫笔。戳戳笔是什么？戳戳笔有大号小号啊，但是这个都可以无所谓，甚至你们买的戳戳笔还有这一种，看一下，还有这种圆头的，对不对？其实圆头的不如这种平头的相对来说更好用一点，看你们自己需要啊，有什么准备什么，好吧？还有光疗笔就不用说了，圆头、平头光疗笔都可以，尽量用圆头。再来准备一个甲片，我这个甲片呢是一个自然色，所以说它是自然带这种乳白色的。然后如果说你们是透色的，可以用透色。如果是透色甲片，不管是什么样的，在甲片先涂一层底胶，我用的是咱们学员套装里面的底胶啊。所以这个有学员就是说这个套装的底胶就感觉不好用，不是说这个不好用，是所有的底胶它都类似。以后大家买胶的时候，底胶无所谓的，好吧？只要你甲片克蒙到位，用什么底胶都很结实，这个胶还是没问题的。哎，大家先在甲面上涂一层底胶，照灯。前期我教你们就按照咱正常做功课的步骤来，你们自己以后在家练习的时候，练习打板，练习什么甲面，如果不想去涂底胶，想省掉这一步，就可以把你的甲面一定要清洁干净，用棉片蘸清洁水或者酒精给它清洁干净。清洁干净之后再开始用，不要说拿手摁上去，上面全是油脂，你去做渐变是做不好的，好吧？好了，来，我先跟着我找出你们的笔记本啊，在这个纸上，在你的本子上先画出一个咱们的指甲形状。还记得指甲形状怎么画吗？之前这不上周给大家去开这个公开课，教你们画过，对不对？无所谓啊，形状无所谓，你只要知道这是咱们的指甲就好了，甲片也好，指甲也好，这是我们的指甲，这是后缘，这是前缘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待会儿我们开始根据这个去做透色渐变，记住，透色渐变是最好做的一种渐变，透色渐变它是最不容易出笔痕的，透色胶最不容易有笔痕。也是最易操作、最好上手的，甚至大家练会了之后，你用透色胶做渐变，一定会比你用喷枪去做要快得多得多。它去喷枪是好，但是它适合于什么呢？一些这个比较偏深一点的色胶，那个明天我们会讲。但是像做透色渐变，你用这个笔做，我最快的时候3分钟做了一整手的渐变，很简单的，好不好？而且这种省胶。什么是透色胶啊？有很多新手宝宝不知道什么叫透色胶。我们拿过这个，我拿色板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好吗？那首先，这个品牌不是推荐品牌啊，只是给大家来认识这个胶。首先看这个，能看出这所有的它是通透感的，是薄的吧？这些都属于透色胶，都属于透色系列，这一整版都是透色系列的啊。然后还有什么呢？我再给你们看实色和透色区别。大家没关系，有什么随便问。现在学员们的这个学习时间参差不齐，看看你们的色板怎么去区分，新手不知道。像这些你看到没有，在甲片上直接涂出来颜色比较实的都属于实色胶，这些都属于实色胶。实色胶里面有浅色有深色，这些都是实色。但是像你看能看出明显这个是偏透感的吧，那么这个相对于其他来说，这些就属于透色胶，好不好？来，先给大家说一下，如果说你们手里没有透色胶该怎么办？找出你的调色纸或者调色板来，随便去取你的一瓶透色实色胶，实色胶啊，瓶装也好，罐装也好，操作方式是一样的。实色胶它上色是
这种状态，上去颜色是比较重的啊。来，怎么去调焦？怎么去调咱们的这个透色胶？这一天啊，里面有很多小细节，我只有在集训课才会给咱们学员去讲。看一下调色板，准备一下啊。你们有问题就问啊。实色胶注意看比例。之前我给大家说过，按照比例不等的去调焦去做课程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但是说实话那个太麻烦。来，这个一滴实色胶，一滴实色胶。调焦方式，做款式，你们看到的款式10有8、9都是以透色胶为主做的渐变啊。来看看怎么去调焦，一滴实色胶，实色胶我刚刚说过了是什么样的，对吧？实色胶一滴，跟用什么胶去调呢？这里你们可以用底胶，也可以用什么，或者是加固胶，再或者是什么呢？调和胶。调和胶，我不推荐大家去买调和胶啊，因为没必要，就准备一瓶底胶和加固胶就够了。而且实际我们在真正要做顾客的时候，很少部分才会用到去调。如果你的透色胶都是需要通过调胶来做的话，你需要买一个小套胶了，好吧？太麻烦了。好了，来这个3个任选其一，底胶、加固、调和都可以，它们都属于一个透色系列的功能胶啊，功能胶。然后底胶跟加固胶的区别是什么？我这里给大家额外说一下。除了它功能上的区别，咱们通过质地来说，底胶的质地是偏稀的，底胶的质地是偏稀的，除非你买什么建构底胶，还有什么加固底胶这系列，它相对来说会粘稠一点点。但是我作为大众的咱们手里的胶来说，底胶都是偏稀的，加固胶呢它是偏粘稠一点的。之前有说过啊，稀的和稠的这个胶它的区别是什么？咱就拿做这个就做腮红来说吧，腮红很多同学不知道腮红夹啊，就是这么说来说吧，稀的胶相对来说它的稀释程度也会更快，粘稠一点。你们点一下屏幕，有刚来这个学习直播间的，点一下屏幕，你的上面的字幕就没了啊，左下角的字幕就没了。稀的相对来说它的稀释速度就更快，越粘稠的胶它稀释的速度是越慢的，能明白这一点吗？就是底胶也好，加固胶也好，这怎么写了个这个稠？底胶也好，加固胶也好，根据胶的不同，有的是偏稀的，有的是偏稠的。越稀的胶，它晕染胶的速度是越快的；越稠的胶，它的晕染速度是越慢的。这个不光在调胶里面，在做晕染的时候，咱也会用得到，好吧？所以说，平常我们用彩绘笔润笔的时候用的都是底胶，因为它相对来说胶要更柔软一点。以后大家再选胶就知道，越粘稠的胶，它的质地也是越硬的；越稀的胶，它也是越软的。然后有同学用建构底胶，咱不是学过建构了吗？他买的是建构底胶去做了延长，照灯5分钟都不会变硬，对不对？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底胶整体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底胶，建构底胶、加固底胶，都是一个质地偏柔软的，它是达不到加固胶或者说延长胶、光疗胶这种硬度的，大家一定要切记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让你们去买建构底胶，直接用它来做做铺胶的原因。因为像流频胶做建构的话，跟加固胶会有点类似，因为它的质地要比底胶硬得多，好吧？这里就给大家说一个题外话，但是这个是我们日常选胶买透明胶，你们手里那么多功能胶，我怎么去选，怎么区分？就通过这个来区分，好不好？所以说这里跟这个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比如说我们的实色胶，来看一下啊。如果你打来看一下你的实色胶，你这样去拉丝，看到没有？这样拉丝，它很快就怎样了？就断掉，明显感觉它是比较稀的、比较柔软的。不是说越稀的胶上色度越不好，而是它这个胶有可能是因为它这个基料啊，胶其实我们去做假胶，它都是要去看这个基料，它是有区别的啊，有区别的。越稀的胶，你越要用越粘稠的胶去给它进行调胶。比如说瓶装胶比较稀的，就用加固胶。比较粘稠的，比如说咱们的罐装胶，固态胶可以用吗？也可以，但是说实话，固态胶我到现在也没让推荐学员去用过，所以你们自己去尝试啊，你看这个胶相对来说，我拿咱光疗笔给大家勾一下看看啊，看到没有？可能看到它的拉丝状态了，是不是跟那个瓶装胶不一样？它要好长时间才会断，那一看就说明这个胶要比你的那个瓶装胶要更粘稠一点。通过这个我们来判断，越稀的胶就用加固胶去调，越粘稠的胶就用
底胶去进行调胶。这个呢不确定，只不过有的时候你不好调胶的时候，你就拿过来，我该用哪个？你心里第一反应，其实这2个真正调胶来说都可以用，但是如果说想要调得更好的话，就按照这个来去选择，用底胶或者是你的加固胶。然后实色胶来是1滴，透色胶1比1，都是1比1啊，我写到中间，好不好？你们知道对应的这个自己去标注出来就好，1比1。但是这个1比1针对的是什么？针对的相对来说颜色比较浅的。什么叫颜色比较浅？颜色比较浅不是说只有白色，这些灰色呀这些，比如说你看看啊，像这一系列这里面来说，就这么一块啊，就这一段距离来说，哪些是深色？明显看到这个是深色胶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深色胶，这个是深色胶，还有这些是深色胶。对于这个绿，还有这个也偏深色啊，还有这一系列的这俩的，我们都可以把它当成浅色胶，深色是明显一眼看上去就偏向于暗色系，就是这个这么大白话来说，就是偏黑一点点的。你们用深色胶啊，那就要说，咱就把那个当成深色胶。浅色胶指的都是这些颜色色系整体亮度比较高的，咱都叫做它这个浅色胶，好吧？大家记住这个点啊。我接下来说的浅色、深色，就不要再说那我弄的这个那个紫色浅紫色，它是不是也是属于这个深色啦？其实不是，好吧？包括这一个绿色，你看它亮度是比较高的，我们就把它当成浅色胶啊。给你们写下来，以防万一，亮度偏高的。然后来，如果说是还是实色胶1滴的这个比例来说，然后如果是亮度比较偏暗的亮度，也就是它的明度啊，大家可以去看调色课，我之后也会给你们去讲。亮度就是偏暗一点的这种，我们还是同样的这个胶，我们就可以1.5到2滴。也就是说，在比例里面来说，颜色越深的，我们需要加入的这个透色胶的比例就要越多。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颜色越浅越亮的这种，我们直接1比1就够了，1比1就够了。甚至这1比1有的时候还会有点多，因为你的胶如果本身就有一点点偏透的话，1滴都用不到。所以说根据你胶的稀稠程度和它的颜色，大家在做调胶以后，在调胶的时候就按照这个比例来，好不好？能明白吗？都能明白吧？明白你们那个点一下屏幕或者打个1啊，就不用打字，你们就戳一戳屏幕，它会冒什么小心心我就知道了，你们就省得再打字了，行不行？这是这一个，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个点，大家日常在使用调胶的时候，如果整双手我都需要做渐变，那么我们在滴胶的时候1滴就够。但如果只是调色或者一个局部用一丢丢，不要去用这么多。在这1滴里面，我们也整体比例给它降低，比如说都降到0.5、0.3，对不对？只要1滴一点点就够。胶呢，我们可以调，但是不要浪费，好不好？不要浪费，甚至这1滴都可以涂3个手指甲了啊。都明白啊？好，这是我们这个，来，我们加入1滴的实色，因为它浅色系嘛，所以我们浅色系要加比例是多少？1比1。用什么胶呢？就用咱们的底胶，用加固胶啊，用加固胶。稀一点的加固就好，不需要非常粘稠的。如果你们的胶非常的粘稠，你用底胶就好了，好吧？同样比例，你看这个加固胶为什么说它粘稠？能看清啊？它这个拉丝度肯定是要比较高的。来，同样都是这么1滴胶啊，都是1滴胶，多多少少有点偏差，大家不要太过于去讲究啊，不要太过于讲究，都是1滴胶，好吧？好了，来怎么去调这个胶？大家可以准备一个榉木棒或者是牙签，榉木棒也是美甲常用的一个工具啊。榉木棒或者牙签，调胶怎么调？这里面还有一些小注意点，我一会儿还要跟你们去说，注意听啊。调胶怎么调？1比1，我们因为比例不同，生怕做出来过深或者过浅。如果一旦调的太透了，我们是不是还得再往里加实色？一旦调的太那个实了不够透，还得再加透色。所以说大家滴好这个胶之后，不要2滴滴到一块直接搅拌，除非你做的时间久了有经验，对你的胶有了解。如果说1瓶新的胶，2瓶胶挨着，在中间把2个胶进行调胶，能明白吗？在中间进行调胶，这个要给大家也是在省胶啊。这里有个小东西，先给它弄走，小气泡。搅拌的时候慢一点，不要太快，越快越容易有气泡。你看这个颜色边缘，看到没有？它自己在虚化，所以说我们用这些胶完全是可以的。但是如果你调不匀，中间就会有实有虚，涂出来颜色上色就不匀，
先不要管边边啊，你先把你中间的部分给它调匀了，先调匀了，调匀了之后，这个胶我们就可以当成透色胶来使用。取胶的时候，哎，从中间去勾胶，在指甲上看。刚刚我涂色的时候，它的实色是一笔上色的，调出来的颜色就是这种偏透的，看到没有？如果感觉哎呦太透了，好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这边的胶给它再加进去一点，对不对？它就变得更实了，啊！我们给它搅，一定给它搅匀，不要拿你的笔啊，你的笔就是来回搅容易伤笔，就找一根牙签。你看现在我们在用这个胶，是比刚才颜色就要重了一点，就这样去调胶，总归从头到尾都是这2滴胶。做10个手指也够用，看到没有？1比1调好之后，基本上来说浅色胶整个调就够了，我呢是以防万一教你们额外的这个小手法，好吧？大家记住这个点，没有透色胶的自己去调一下胶，去使用一下啊。在调胶里面，我给大家再说一个问题点，我如果想做一个深色胶的调胶，里面为什么有的时候明天可能会用得到，今天呢，你们想做深色，咱也来试一下。我拿黑色来给大家举例。搅拌的时候，这是另外一个小注意点了啊。黑色胶多取一点，滴到这儿1滴。好，透色胶、底胶，因为颜色比较重了嘛啊。来，1滴自己滴下来了。深色胶是多少来着？1比2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你看底胶它都不带拉丝，就下去了，所以说胶的吸稠度大家注意好。1比2的比例，大家有问题随时问啊。今天很多这个课，很多同学跟老师课程都学的8九不离10，渐变是很难的，但是也是很简单的，好吧？来注意看里面的一个问题点，调胶方式还是一样，我们从中间进行调胶。我用深色的目的在于让大家去看，如果你们调胶的时候就这么搅拌了2下就使用了，它是没有调匀的。它中间你看一下啊，你们可能看不见，同样是这个黑色，我就搅拌几滴过来看，它颜色周围你自己也会晕开，但实际因为它这个深色比较重，能看上面这一块吧？能不能看清？上面这一块是有点发虚的感觉，实际上是已经调匀了，实际中间有很多透色胶在里面，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啊，调胶的时候，不管是深色还是浅色，这里要给大家画星号的，不管调胶的时候是深色还是浅色，调胶一定多搅拌，不要去搅拌3下2下你就用了，目测感觉能用了差不多就行了，不是，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多去搅拌，不然待会儿你上色的时候你自己就能感觉出来，它会有明显的一道分界线。明天会讲的，会用到啊，明天跟你们去讲。大家现在注意，你们印象里有很多同学没有透色胶嘛，对不对？新手没有透色胶就可以用这个。我给有弄那个学员新手基础套装的，我给你们就加进去了，有透色胶在里面。你看啊，这样颜色胶多的时候看不出来，只有我把这个胶给它，我扒拉开，就能明显感觉到，里面有一些丝丝点点，就能判断出来这个胶是匀的还是不匀的，好吧？行了啊，这个就过了，都没问题了，是不是？透色胶，这是2个小注意点，你们注意到，自己多去观察，多学习，不要一味的我就会涂个颜色，把你的专业度提升上去。顾客问的时候，任何问题都难不倒你的时候，你就彻底出师了。来，开始做了啊！底胶都涂好了吧？底胶打底，底胶打好底之后，甲片放到这儿。我们首先拿这个透色胶来说，随便取一个透色，就这个。怎么去做渐变啊？首先教你们一个最快速的方式，做透色渐变。我一直教你们用的是扫扫笔，对吧？但实际透色渐变戳笔是我使用频率最高的，它的操作速度是最快的。来，怎么去操作？咱一个一个来学习。先来学习戳笔。透色胶，首先第一层，宝子们，大家在做渐变的时候，就去用透色胶做渐变。不管用什么胶，在铺胶的时候来看，根据指甲的长短来确定你做渐变位置的高低。做渐片我想要比较高的位置，特别高的，那么我们比例是一个样子，如果想做的比较低，比例是另外一个样子。但是整体我按照咱占甲面的2/3的位置来给大家举例，你们在操作途中适当的去给它缩短比例，就可以调整它渐变位置的高低，就是涂色位置的高低。来，怎么做啊？涂胶首先取胶量一个要少，就是尽量薄涂。来，先在指尖的1/3处，注意听啊，指尖的1/3处，我们去选择咱们的这个透色系列的胶。你涂胶涂上去，位置有高有低，边缘不齐没关系，但是要保证的是你整个甲面铺胶要差不多，不用说那么匀吧，但是要差不多。
对不对？来，再准备你的一个棉片，棉片不掉毛的棉片啊。棉片的一半有清洁水，这边是干燥的。首先来去你的戳戳笔，每次用戳戳笔之前，你就先这么扒拉扒拉，让这个所有的毛都散一点，都散一点。第一层1/3，用戳戳笔操作的时候，注意看，用这个斜号，我不知道你们手里是什么样的啊。戳戳笔操作的时候，我们如果操作这个面积比较小，我们可以反手上面去，它是一个斜面，斜面的时候，整个面都给它铺到甲面上去，不要说只用它的尖尖，用尖尖它的意义就不在了，是用它的面，你可以面用大一点，也可以用笔尖一点点，用笔尖一点点，但都是用它的斜面，这样竖着往上走是这么用，看到没有？横着的话，你就可以把笔横过来，也是戳，但是一定要保证你戳的这个面儿，每次戳不要说有高有低，有的时候这边抬高啊，只戳那边一点点，有的时候这边又压下去，每次下笔的力度也要一致，好吧？这是戳戳笔的用法。然后边缘的地方怎么用啊？这个毛我先给它弄掉。来，怎么去用？戳戳笔是很简单的，像透色胶，我们指甲比较短的、比较长的都能用。涂上去之后，来戳戳笔，看从边缘地方开始，怎么去走，能看清楚吧？就是你看我在下笔的时候，你们日常操作可能只是在边缘点，就这个样子，对吧？但实际上它跟扫扫笔的做法一样，我们先从边缘线的下侧开始，点，停。就把下面的胶给它匀出去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刚刚操作的是这个位置，好，我们再压着之前的这一笔，再继续点，不要过分用力，小拇指做好支点，看一下这个透色是不是自然就晕出去了？啊！来，再往上走，一笔压着一笔。轻轻的，如果做到中间，你发现你的戳痕比较重的时候，就在你棉片干燥的地方，擦一下，再过一下笔啊。如果笔很重，说明笔上胶太多，那么你就需要擦一下笔上多余的胶。你看第一层颜色很浅啊，因为透色胶做完第一层，大多数都是这个样子。好了，把笔擦干净。每次擦完之后，在手上试一下，不要有过多的水分，先过渡出去，然后来再把你擦干净的笔，把后缘的部分给它点一点，就是你感觉哪里笔痕比较重，你就点哪里，但是过渡的边缘的地方尽量就不要再动了，好吧？主要还是带出去的第一层，这就是我们用戳戳笔做的第一层。还没有这个笔，可以用海绵代替吗？不需要用海绵，你先看一下，你先做好笔记。这个如果你以后有，那你就用；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可以先就是学这个方法，好吧？先不要去用海绵啊，海绵太容易脏了，没必要。来，第一层做好之后照灯期间，大家来回忆一下，先涂甲面的1/3。涂胶的时候有个注意点是什么呢？胶一定要涂匀，一定要涂均匀啊，不能有胶多或者胶少的地方，而且胶量不要太大，就是薄薄的一层铺过去就可以了，好吧？用戳戳笔，咱往上来一点，来看一下啊，用戳戳笔做的时候，抬高一点吧，踩到这儿。用戳戳笔做渐变的时候，宝子们，一定要接触面，我给大家写一下，我尽量讲详细，接触面要大，不要说是太小，比如说你只用尖尖，用戳戳笔的尖尖去做渐变是不行的，啊！注意这个是不可以，这是一个差号，用它的尖尖不行，一定要接触面要大。你可以用前端的一小块面积，一个圆，或者说用整个它大面积的圆都可以。然后做渐变，用戳戳笔做很容易粘胶，特别的多，所以说要时常的要擦胶。时常擦胶、擦笔，怎么去判断？来，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看一下啊，在我手上来说，还是这个戳戳笔，看一下，当它这个笔干燥的时候，看到没有？笔干燥的时候，我去拍打这个边缘，轻轻，同样的力度，看一下，过渡出去的感觉是比较细腻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当我笔上沾了过多的胶，
我点，我同样再去做这个渐变。举个例子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感觉明显的这边的坑就要比左边刚才要大，比左边要大？也就是说你笔上你的笔一簇一簇的越厉害，也就是接触面它就会变大，变大出来的笔痕就越重。所以说日程为什么一定要清理的原因。感觉胶比较多的时候啊，感觉这个胶比较多了，好，我们把笔给擦一下，擦掉多余的胶，干燥的地方再过一下，就这么扒拉着过，让它散一点。笔是越干燥越好用的，好吧？时常要擦笔，笔要干净干燥，笔毛根根分明。你们可记可不记啊？自己想记得还记得住的就写下来，好吧？来，第一层过完之后，第二层。这是刚刚的这个注意点，来第二层我们刷哪里呢？就刷甲面的1/2处，1/2处铺胶都是一样的，看啊，同样也是取胶量不要太大，整个甲面的1/2处盖过第一层的色胶，如果说你想做的渐变位置比较低，是不是这一层就不用刷1/2了？再往下来一点就可以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想做渐变做的位置要高，那么你铺胶每一层的位置就盖过它去，一层比一层高，然后涂的位置也大，涂的占的面积也大。但我就想做指尖一点点的胶，那就涂胶不需要太高了啊。同样来再看做的时候，你们不要左手不动，只是拿笔在这戳。悬空着戳不行，必须要有支点，你的下笔力度都是一致的。如果你是悬空的，那么你戳出来的力度有重有轻，甲面就不均匀，好吧？然后戳的时候转动左手的甲片，比如说做左边，做顾客手也是一样，要做他的右边，我们往这边转一下，是可以转动他手指的啊。大家看左边，还是注意在做渐变的时候不要只过渡边缘，你看我的整个笔是在它的边缘线以下，从这个位置开始一点点的往上去拍，来一笔压着一笔的去拍。有没有不懂什么叫一笔压着一笔的？告诉我，就是后一层要盖住前一层，去做。戳笔做渐变是最快的，但是做的最干净的还是要用扫扫笔啊，用扫扫笔。待会儿咱们再来看第二层。看到没有？中间指尖颜色是比较深的，因为它叠加了2层嘛，中间的这个位置它就开始变浅，就比指尖位置要浅，所以一点一点的这个渐变感觉就有了。来，把你的笔擦一下，擦掉多余的胶，后缘的地方能看到吧？上面有一些小坑，那就是笔痕，我们需要来把笔擦干净之后，再把后缘的笔痕给它拍打一下。直接给它拍打一下。其实真正做透色胶，真正上手的时候，这一步是可以省略掉的，因为透色胶我们整体最后是需要上一层加固胶，全部会找平，这些坑坑洼洼影响不大啊。来，照灯第二层。接下来我就最简单的方式给大家说，相对来说大家就会明白很多。第三层2/3，第三层是2/3啊。照灯我一般像这种薄薄的胶照灯30秒钟，越颜色越重的，你照灯时间需要越久；颜色胶越硬的，胶越粘稠的，照灯时间也要变久，好吧？好了，来第三层2/3，整个甲面的2/3。我先刷胶啊，你们也跟着刷就好了。你们用这种方式做出来，肯定比你史上做的任何一次渐变都要漂亮，都试一下。好，你看。能看出来吧？就算现在我只是刷上去，边缘有点笔痕，但是笔尖颜色是最重的。那么咱先做完这一层，来给大家去说为什么这样就可以出渐变，效果也好啊。好了，操作方式还跟刚才一样，过渡的长短要一致，不要说有的高有的低啊。你看我右手是不动的，动的是什么？是我的左手，对不对？动的是我的左手。我再转动甲片来把笔擦干净，把后缘的笔痕给它拍打一下。好，完成。你们看到有深有浅的，那是底下的甲托啊。这个2个对称的那是甲托，你要从侧面自己去观察甲面做的渐变位置是怎么样的，好不好？自己去观察。如果胶有的地方过深过浅，你们是自己可以稍作调整的，自己去调整。好，来照灯。这样来看啊，笔尖1/3，这是第一层胶，我们刷上去了。第二层的时候还是会过第一层，对不对？所以说现在到这一步的时候，第二层相当于刷了1遍，这个位置就有了2遍。那么在刷第三层的时候，是不是
笔尖，哎，这就相当于刷了3遍，这刷了2遍，这刷1遍，自然而然就会出渐变效果，根本不需要大家去做什么，好不好？所以说操作的手法一致，只不过我们在铺胶一层层叠加之后，颜色的深浅就会发生改变。通过这样去操作啊，通过这样去操作，这个戳笔渐变没问题吧？这个是比较简单的。你看我上面就算有笔痕，啊，咱一会儿把它拿下来再去看，就算有笔痕，我们只需要来帮我关一下门啊。看一下，我们用什么呢？用咱们的这个加布胶，用加布胶或者是底胶都可以，只要是透色系列的胶都行。每次做完渐变，如果刷痕比较重的情况下，宝子们，我们只需要拿这个透色胶看一下，我就刷中间。为什么我告诉你们，就算2次过渡，不过渡都没问题，只要拍打均匀。看中间是不是一点笔痕都看不到了？但是你看旁边还是能看到的了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如果说我们日常做任何款式，想要淡化我们的笔痕，一定记得在你的这个款式之后涂一层加布胶做隔离，你所有的这个笔痕会淡的特别的轻，好不好？第2遍刷的时候要刷底，不刷底胶，底胶只作为本甲刻磨完的甲面之后那一步使用，每一层以后的每一层都直接上色胶就好了，好吧？直接上色胶就好了。底胶只是用来找平甲面，这一步呢，你们就换成加布胶，不要再想底胶的事情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再想底胶的事情了。看一下啊，我现在整个甲面给它刷上去，你们自己看看，做完肯定特别干净。一定记得你们的手法，有的同学我再次敲黑板，我说的再好再多，但是你们不听不行。注意你们的支点，小拇指支点是我们做款式、做任何做美甲的一个基础，它作为一个支点，不能就说拿着个笔啊，我看不清，我远一点吧，就这么戳。你换成我用这种手法去戳出来，我也戳不匀，好不好？我也戳不匀。来，先照灯啊，先照灯。照完灯，我把甲面拿下来，大家来看甲面的这个程度，好吧？这是第一种方式。来，大家再准备一个甲片。大家有的时候操作不要被底下的这个甲托颜色受影响到啊！刷对，照完灯刷加布，第3层照完灯刷加布，每一层都是只要做完一层就要照灯，每做完一层要照灯啊！我给你们写下来，到时候你们自己一看见会想起来，每一层照灯，全部做完第3层照灯后，我们再去上加布。第3层照灯后上加布，加布找平，最后封层就可以了。如果说在色胶之后你需要做其他的款式，那么你就先去做，等整个款式做完了，你整体上加布也没有问题。这个就看具体款式是什么样子的，好不好？都快跟一下。我可爱给你们讲课，就就是把你们教会了，我很有成就感。就好多同学从一个做的七里八叉的那种做到了特精致，是一个特漂亮的过程啊，特漂亮的过程。看一下啊，我把它抬高一点，大家看能不能看清？这是用戳笔，就日常我们做渐变就用戳笔这么去做就可以。但你想做的位置再高一层，是不是可以再往上刷一点？再刷的再高一点，我再去过渡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去操作就好了。渐变色上底胶再照灯吗？用稀点胶还是稠点的？用稀点还是稠点的加布胶？稀一点的，你们可能没有看之前的这个对于胶的区分啊那个课，我一个问题跟大家去说，就是这里咱不是加布胶分稀分稠吗？加布胶有稀一点的就是流动性比较快的，粘稠的就是长时间慢慢的那种，就跟可多糖那种感觉啊。就是稠一点的加布胶，这是一个题外话了，我给大家写反面吧，好不好？给大家写反面，加布胶，因为你们有很多新手买胶的时候知道加布胶稀和稠它的区别是什么？稀一点的加布胶，日常它的硬度，首先是硬度，给你们先说明白哈，它的硬度要低。这个你越粘稠的，我刚刚也说过，越粘稠的胶，它的硬度是越高的。同样都是加布胶，那么稀的胶用作什么呢？日常找平甲面，找平甲面，还有比如说这个调胶呀，这些是不是咱刚刚用过的这个调胶、找平甲面、淡化笔痕，或者说做分层隔离？所以有了之后，我们做款式会知道啊，做分层隔离都可以用稀的加布胶。粘稠的加布胶是什么样的？它质地本身偏稠。我们如果想贴一些贝壳类的饰品，什么叫贝壳？
就贝壳类的饰品呀，还有一些小亮片呀，包括有一些这种粉类啊，等等等等，还有一些铆钉系列，就是小铆钉。啥叫铆钉？这些叫铆钉，看一下，就这系列的都叫铆钉，因为它小很薄，对不对？就薄薄的这种都是铆钉系列啊，包括一些平底珍珠，注意听，平底珍珠或者说小号的平底珍珠、平底钻都可以用什么呀？用咱们的加固胶去贴。贴小型饰品，贴小型饰品啊，都可以用加固胶。比如说我整甲刷上一层加固胶，我用这个贝壳贴上去，对吧？然后放上平底珍珠，放上其他的铆钉系列，哎，我用加固胶就可以，不需要单独用到粘酸胶啊，这是题外话了，好吧？题外话。来，还有你们的这个照完灯刷加固，当然照完灯再刷加固了。渐变色上底胶。渐变所有的底胶的作用是什么？底胶的作用，它是增加苯甲和色胶之间的牢固度，增加苯甲和色胶之间的牢固度啊，这是底胶的作用。那你在中间上那一层是没有用的，因为苯甲是被打磨过的，打磨过它是没有任何粘性的，所以会用这个时候会用到底胶，这个时候会用到底胶，因为底下那一层是没有任何粘性可言。但是中间在上完底胶之后，以后你们就不要再想底胶的事儿了，直接就是色胶。直接就是色胶，色胶代表什么？所有类型的甲油胶啊，所有类型的甲油胶，然后最后封层。最后封层中间可能会用到咱们的加固，对吧？所以中间跟底胶没关系啊。每做完一层颜色照灯，再继续做下一层颜色就可以了，好吧？加固胶贴东西用稠的，贴东西用稠的，这不是吗？稠一点的是贴小型饰品专用的，用这种的呢也可以贴，但是尽量如果说你看你像为什么那个我就推荐你们用它，因为不推荐啊，品牌我挡一下，加固呵护要粘稠，零添加要稀。如果说这一层我要用到贴饰品了，哎，用到加固胶，那么我就用它。那么日常找瓶呢，我就用零添加，就这个意思啊，就这个意思。你们具体自己去看手里的胶去做分析。如果你那个品牌只有一类胶，那么你就用那一类胶就可以了，它肯定介于两种胶的中间，好不好？行了啊，还有问题吗？加固算稀还是稠？加固有两种的，一个是零添加，一个是那个加固呵护，它不一样。它有稠有稀，你们怎么去判断你们的胶的粘稠度？看一下，给你们区分一下。加固胶，来，你看一下啊，这一个呢是这种，看到没有？它直接自己就淌过去了，它的胶流淌性比较高，那么这个加固胶就算是正常的，或者说偏稀一点点的正常的。但是像比较粘稠的加固胶，再看，看到没有？它拉丝度是比较慢的，看到没有？它淌的也慢，那这个胶就稠一点。但是到夏天来说，宝子们，天气只要一热了，所有的胶都会变得要比冬天要软得多。你在冬天的时候感觉特粘稠的胶，到夏天就变得特别的柔软，但是也能通过这样去判断。所以说到夏天大家2选1的话，就是备一个加固呵护粘稠一点的就行，因为它通用，好吧？通用的。行了，来咱继续往下说啊，这是这个给你们说完题外话，大家有问题一定要问，直播间能解决的时候，你们接下来的理解会更透彻，好不好？来，再拿第2个甲片，宝子们。再拿第2个甲片，像做渐变来说，透色胶和就是瓶装胶和罐装胶的操作方式是一样的，但接下来我要教你们做的是一个我用罐装胶来操作，第2个我换一支笔。如果说你们是罐装胶，哎，怎么去用啊？怎么去用？我先把这个笔洗一下。我先去刷胶，因为这个呢会用到咱们的光疗笔，所以说大家日常光疗笔的保养是必备的，保养好了这支笔你用2年它都该有用。除非你这个需要长时间彩绘系列，它经常要用到洗笔呀这些，对笔的这个清洁力度比较大，那么它有可能会这个寿命会减短，好吧？来，同样咱们再捋一遍啊，还是位置是一模一样的，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，好不好？来，取胶薄涂第1层，刷整个甲面的1/3处，这也是一个透色胶啊，只不过它是罐装的，是一样的，好不好？你也可以用戳戳笔做，你也可以用我接下来的这个笔，刷甲面的1/3，刷好之后，接下来用什么呢？用到咱们的扫笔。注意，我这个笔里面除了戳戳笔也好，扫笔也好，都没有用到底胶去润笔，都是干燥的啊，是不是也影响笔的使用长短？洗笔也影响笔的使用寿命是吗？也会，肯定会。
它肯定会，但是你不会说洗一次它消耗的就特别大，不就跟咱洗头发似的，你天天洗，一天洗3遍和一天洗1遍，你的头发肯定洗的越久它越干燥呢，是一个意思。但是你每次洗你要打好护发素，用底胶润笔就相当于给笔在打护发素，给它让它变柔软，这个意思啊。好了，来看看这个笔呢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说了啊，用的是这支扫扫笔，它也叫做渐变笔，它有各种各样的名字，叫做扫扫笔，也叫做渐变笔。它在做渐变的时候着重用的是哪里？就是它前端的这几根黄毛，几根黄毛，就是这不有个深色毛吗？前端有一个浅色的黄毛，就用黄毛去做渐变。用它的时候不是说用它的尖尖这么去走，注意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点啊！以后你们可能用这个笔会比较多，因为它确实好用。用它的时候注意整个笔是这样铺下去的，看到没有？铺下去用，而不是说立起来。看黑板了啊，先不要抬头看黑板了。把你的笔整个立起来是错误的，把你的笔铺下去，这样去使用是对的，好吧？这样使用是对的。什么叫做铺下去？怎么铺下去？怎么用？这个笔唯一的难点就在这儿，就怎么我有的时候控制不好这个笔的角度，那么你就把你的甲片抬上去，注意不要反着往下走，因为你做顾客不可能给人家扭过来，所以说习惯性的这么来试试啊。把你的手放到上面去，不要在这儿，你够不着呀，你往前拿一点，对不对？往前拿一点，然后来看整个笔铺下去，同样也是根据这个，我们就拿这个笔的这个位置卡在色胶的边缘，往上平铺的带胶这一层，不是说把边缘，昨天我看有个学员是这样拍边缘，不是啊，我们这一层要做的目的来看，平铺着带下去。慢慢往上去把胶给它拉出来，能看到吗？来，一笔压着一笔往上带，来，每一笔都是带出去的位置要接近，啊。这个底下色胶有点淌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一层主要就是把下面的胶给它带出去，然后重新再铺一次胶啊。刚刚这个胶有点淌，往边边去淌了。这个我没有涂底胶，所以说它胶粘合就差。先刷1/3，铺好胶，甲面比较均匀的情况下啊，扫扫笔来带出去，看到没有？把这个边缘，我把这个胶给它带出去。这一层你们不要去管笔痕，你们要管的是带出去的这个胶的位置，带出去胶的那个位置是不是均匀的？它没有什么过多的笔痕，看到没有？没有过多的笔痕。先把胶给它带出去，带出去之后，这就是我们用输出笔带出去的第一层。然后来取你的这个棉片，把上面的胶给它擦干净，把笔上的胶给它擦匀。不要了，然后笔再拿手这么去过一下，同样也是需要笔前端越干燥越好，就跟这一样，笔毛要根根分明，使用是最好的。然后来看啊，带出去之后，它不就胶有深有浅吗？但是后缘的胶边缘笔痕比较重，那么我们就做一个2次过渡。注意听，这里要用到扫扫笔了，操作。这里是它的步骤，第一步也是1/3，跟前面是一样的，但只不过有一个2次过渡这个词，注意听，只有金飞老师这有，你从别的老师那儿听出来可能不一样，这是我给咱们自己的学员说的啊。2次过渡什么意思？就是我把胶第一层给它带匀带出去，第一层主要是带胶啊。把胶给它带出去，它不是说做渐变的，第一层不是做渐变，是带胶，然后2次过渡是每一层都会有的。带胶之后后缘的边缘不整齐，我们2次过渡相当于把笔给擦干净，把带出去胶的边缘给它拍打均匀，就是拍的浅一点，看不出它的笔痕挨到哪儿，胶带到什么位置，对不对？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第一层铺的这个胶，看一下，它实际上要比用输出笔做出来笔痕要浅。来，先照灯。做好烧灯，不要忘了，这是第一步啊！扫扫笔第一步涂1/3，然后带胶，带好胶之后擦笔，做2次过渡，好吧？2次过渡就是每一层都有一个2次过渡，然后接下来第2层我们去刷1/2，好吧？砒霜甲胶可不可以用扫扫笔？因为可以呀，可以。我刚才不是说我给你们举例是各种胶用法是一样的，不是说必须这里要用冠状胶，好吧？不是说必须要用冠状胶，做法是一样的，它们都属于透色胶。来第2层，不要管胶啊，我只是告诉你们瓶装胶、罐装胶的使用方法，因为现在学员不一定有什么胶，好吧，一样用啊，一样用。来第2层刷哪来着？1/2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把整个甲面给它铺上去1/2，
铺到甲面的1/2，也主要也是薄涂，不要有笔痕过重。甲面铺胶首先要均匀，是不是？这是咱们刚刚讲过的问题点。首先铺胶要均匀，都没有问题。边缘的地方，哎，胶都铺上去了，不要受底托颜色的影响。铺好之后啊，宝子们来，再拿你的扫扫笔，再拿扫扫笔，把上面多余的胶先擦干净，笔不要打柳，就是根分明是最好用的。中途要照灯，中途不照灯，就是做一层，每做完一层我们照灯，但是在做一层的中间，我们是跟照灯没关系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看，像现在再看一遍啊，我铺上胶，铺上胶之后，拿扫扫笔平铺，注意看平铺带胶，第一层先去把这个边缘的胶给它带出去，看到没有？先把胶给它带出去，一笔压着一笔的去带胶。带好胶之后，不用照灯，把你的笔擦干净。我们来做2次过渡，把笔擦干净，不要有水分和有胶啊。把后缘带出去的笔痕给它做一个拍打，也是点下去往后撤，不是用笔尖啊。一定记得不要用笔尖，用它的整个平面去拍打过渡。你看到现在来说是不是很干净？实际上整手做的话很快，而且这样不浪费胶。你们用那个喷枪很浪费胶的，好不好？你看这个时候我们这一层做完了，我再拿去照灯。接下来我看看真正看我的需要，我需不需要铺第3层？需不需要铺第3层？因为有的时候我在照灯啊，那边在照灯。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渐变，比如说我就想要比这个指尖一点点的渐变，那么做2层就够，不需要做到第3层，不需要做到第3层。但是如果说我想做的位置高一点，那么我们就再继续叠加第3层，是每做完1层去照灯，好吧？每做完1层去照灯。兔子胶很简单，你们今天我感觉10个里面有9个同学都会成功，你们都没问题啊！一定记得笔要平铺，然后有什么笔用什么笔去做，好不好？好，来第3层，第3层同样还是铺胶，铺胶铺到哪里？大家想一下，咱第3层铺哪里来着？咱开课啊，既然开课，大家有问题问，就算在这途中就是有什么搞不懂的问出来，反正大家谁也不认识谁，目前对不对？反正先去学习啊。我这个原先也是可腼腆的一个人，啥也不好意思啊，等着别人去问，等着怎么着。但是就是一个姐姐，她就突然在教那个日常生活中就发现我这个问题。她是一个非常情商很高、非常大方的一个人，然后就硬逼着我干了一件事儿。打那儿之后，我的天性就彻底被释放了。所以说我希望我也能帮助你们把你们的天性释放，不要再做不好意思的啊。我就尽量来2/3，对，2/3，看到没有？整个甲面的2/3，看一下。看到没有？你看到现在，我就算不过渡，它是不是也有一个由深到浅的感觉？但是最后边缘的地方来看啊，如果其实用扫扫笔做这种透色，有的时候做好的情况下，2次过渡都可以省略掉。我呢是学习期间，我先告诉你们一个最经济的办法，但是真正做好的情况下，你做的越快，为什么说我3分钟做了整双手？看我直接就把后缘第3层我给它拍出去，带出去。不用2次过渡了，这就可以了，看到没有？就是你这个可以经得起放大去看的，就你们做的渐变怎么去观察自己做的好不好？就是涂1层这个抹茶封层。好了，这一次2次过渡，我们先省略掉它，照灯。渐变的时候，有很多同学会想，老师我需不需要就是把后缘的地方，这个就是白色甲片的地方都带一点颜色？甚至说你们做渐变的时候会刻意的把颜色点，一直点到最后缘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？实际上来说是不要啊。我们每次做渐变往后带胶的时候，也就带这么一点距离，千万不要把胶直接每一层都铺到最后面。后面我们有的时候做渐变，后缘是需要留白的，只要前端一部分做渐变就可以了。所以说你把胶正常的带一小段，2次过渡到哪儿就算哪儿，不要说刻意的去给它拉长，好吧？不要刻意的去拉长，你的笔打柳笔很重，对呀，这就为什么让你们笔毛根分明的原因，好不好？笔毛根分明的原因就是笔打柳的话，要不然笔上胶太多，你洗一下笔，用洗笔水啊，一定洗笔水洗一下笔，不是清洁水，你用清洁水胶是融不掉的。然后把你的笔毛擦干净之后，拿你的手这么捋一下，它的笔就根分明了，就没有那种什么打柳的现象，好吧？你做了2次，第3次这有啥不好意思？你做个渐变做上10次都正常，做10次都正常啊。好了，来，我们如果做完这次渐变，
注意，还记得刚刚说过的什么吗？还记得刚刚说过的什么吗？我们想要淡化笔痕，一定记得涂一层加固胶，薄涂一层加固胶。如果说你不涂加固胶，在这一层直接上了磨砂封层，来给大家一半一半举个例子啊，一半一半举个例子，我先薄涂一层加固，在指甲的一边，同样都是同样的手法做出来的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加固呵护，大家添加就好。白色。用什么打底啊，老师？我这个甲片用的是自然色的甲片，你们日常浅色练习都用乳白色、透白色打底就可以了，乳白、透白打底就可以啊。好了，来，我用这个加固胶在指甲的左边，我先薄涂一下。好，我先把加固胶这一层照干，右边我不动啊，右边我不动。这里我要给你们说一个非常注意的点，非常重要的点。加固胶照灯1分钟，接下来上磨砂封层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日常做款式，如果你需要上磨砂封层，首先要保证的点是什么？宝子们，你前一层的胶，你的甲面要均匀，不能有刷痕。如果你前面一层，你比如说你做了晕染，做了渐变，做了一些任何形式的彩绘，甲面是有刷痕的，高低不平的那种甲面，那么你直接上磨砂封层，如果是正常薄涂的话，你的刷痕肯定会被显现出来。所以说，当你甲面做完彩绘、渐变、晕染各个类型的，你看这边上了加固，是不是光滑的？这边没有上过，看到没有？它就是戳痕比较重，甚至中间有这个地方，来看啊，磨砂封层上一下，我就取这么薄薄的一层磨砂封层，然后我整个甲面去刷。如果说你封层刷得好，有可能会把你的笔痕给淡化，用你刷上这个。有的同学这个笔痕比较重的啊，你刷一层磨砂封层出来，它就会特别明显，大家去试一下，好吧？试一下。我也不再多取胶，我就薄薄这么一层磨砂封层，让大家来看涂了这个封层和没有涂过的区别。来照灯啊，照灯。同样，磨砂封层照灯1分钟。最近有好多同学在做磨砂款，磨砂封层，如果说你的磨砂封层照灯时间不够，你之后你们蹭磨精粉的时候，只要沾粉，用的是不沾粉的俄式磨砂啊，只要是沾粉了就是照灯时间不够。如果说你刷出来的磨砂封层甲面发亮，那肯定照灯时间是不够的。或者说咱刚刚前一层不是涂了一层加固胶吗？你的加固胶照灯时间不够，它磨砂封层面也会发亮。好吧，所以说磨砂封层的前前后后一定照灯时间必须得足才行，必须要足。就像这种，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甲面适当有的地方发亮，你看这边没有涂加固，看到没有？就记住看一下，这边没有涂加固，它甲面就没有发亮点，同样是照了40秒钟。但是这边涂了加固胶，看到没有？如果刚刚照了30秒，照灯时间不够，它就会发亮，或者说加固胶的浮胶过多也会导致你的磨砂封层甲面发亮。所以有的时候不是你的磨砂封层不好，你要去找你前一层的胶是不是浮胶太多，或者是照灯时间不够，会导致你这个磨砂封层发亮面，好不好？过渡长度随意吗？我待会儿给你们去讲啊，过渡的长度需要你们自己去控制，但是什么样的甲型适合什么样的长度，我会告诉你们一下，好吧？先上磨砂，再上加固，又上了磨砂，不是的，是在做完渐变之后上了一层加固，上加固一定完全照干，或者说照干之后擦掉浮胶再上磨砂。但是如果你的笔痕比较浅，你们就可以直接上磨砂封层了，好吧？直接上一层磨砂封层。看一下啊，如果你前一层的这个加固照灯时间不够，它就会发亮。但是同样，你看你做好的渐变，自己去试一下，上完这个磨砂封层是不是完全没有笔痕？你就拿下来怎么看它都没有这个笔痕，那说明你的这个渐变就是成功的。看到没有？现在甲面发亮是因为前一层的加固胶有浮胶，我照灯时间太短。所以说它会发亮，就算做到这种程度，你磨砂封层照的时间再长，它也是有一点点浮胶掺杂在里面的啊。所以说大家如果你做的渐变笔痕很浅，直接上磨砂封层就可以来检查你的甲面做的怎么样，好吧？是没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中间这个位置有点笔痕，是因为刚刚咱们加固胶的分层。好不好？能听懂吗？到目前来说，我说的所有的点能听明白的宝子们，你们扣波1。如果你做的成功的，跟着金伟老师做成功了，你也扣1波1，也扣1波1啊。你看这个渐变，就是亮面有的时候看不出来，磨砂面很容易出问题。都没问题是吧？试一下都成功了，你们太优秀了，真棒！
这是这个做渐变，还有最后一种方式，宝子们，还有最后一种方式，咱把它学完，好吧？还有啊，大家做渐变就放在你手上去检查就好了，不要迎着光看。迎着光看，有的时候说实话，这个甲片是透明的，甲片是透明的。就是你迎着光看的话，你不管怎么看，它多多少少都是有一点点刷痕的。所以说不要说迎光看你刷痕重，你就是没做好，不是的啊，不是的。所以说就是你只要就是正常放在手上，感觉因为你在指甲上嘛，没有刷痕那就没有问题，好不好？这个我先跟你们说到啊，有的人我迎着光，老师我刷痕这么重，不要迎光看，你成功了，真棒。真棒，接线很明显，界限很明显，界限很明显，是因为一个铺胶太重，第二个你的胶颜色太深，要不然就是你在刷胶的时候，我接下来我做完最后一种方式，我再用这个给你们做一次，咱再跟着做一遍，能在直播间跟着做好吧？有没有问题啊？来看，来甲面拿棉片擦一下多余的这个我刚刚手上的汗，我现在汗可多了，我现在可热了，现在可热了，这是夏天到了。好了，来第三种啊，第三种，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胶都可以，你的瓶装胶、罐装胶都行，无所谓的。我换另外一个颜色吧，好不好？随着这个胶好不好，这个假如胶好不好，有的时候除了看胶还要看刷子，有的刷子毛可软了。来看啊，同样还是第一层1/3，你看一下，咱们先把这个步骤记住，第一层1/3，你们就记得是逐层盖住的就好，一层一层往上叠加，往上支盖1/3，然后来取你的这个光疗笔啊，光疗笔呢，先用底胶给它润透了，先给它润透，光疗笔干干净净的。第三种做法来看，只需要怎么样，把你的笔反向，笔上，来我把这个放这儿啊，这是底胶，这是底胶。你成功，真好，真好，成功了，真好。来蘸上底胶，笔上稍微一点点就好，不要太多。然后在你的这个边缘地方拍打。这个方法为什么放到最后？因为它是最不好做的，竖向拍打，或者说把你的笔给横过来，这个样子。但是这个操作需要大家对控笔控的一定要好啊，不然你在操作的途中很容易就把这个胶给它刮掉，就成分界线了，就跟刚刚那位同学说的时候有分界了，好吧？竖向的给它这么去拍。竖向的你感觉手法不对，那么就横过来，对吧？再竖着往上走都可以，这也是一种，这是之前很多这个美甲店、美甲师常用的方法。但说实话，对于新手，对于大家来说不容易做好。你们试一下，是不是感觉甲面一块一块的？感觉甲面一块一块的。所以说这一步呢，需要你们去蘸着底胶操作啊，蘸底胶操作。来，先稍等。对于这个颜色，我教你们用14要往下刷的方式就不要用了，本来颜色就透，等你刷完胶都没了。所以说用光疗笔做渐变的时候，用圆头是最推荐的，圆头光疗笔。然后蘸着底胶稍微一点点拍打边缘，笔呢要平铺在甲面上。什么叫平铺？就这个样子，你的笔点侧面的时候，这个样点不行，把你的笔放下去，或者把甲片往上一点，笔平铺，这样往后带，看到没有？这么着也是带胶，带胶，就这样去操作啊。这是刚刚的那个手法问题，这个方式对于很多同学来说很难，但是一定去试一下，不一定哪天需要用到它呢，对不对？因为哪天这个笔突然坏掉了，你不能不会做的呀。好了，来第二层啊，刷甲面的1/2。同样还是，光疗笔呢？来笔呢，蘸点底胶，或者你笔比较柔软的话，或者说这个颜色比较透、比较浅，看见没有？就这样平铺着走啊，平铺着。我是习惯这个，有的同学习惯于这样竖着都行，你们自己试试。但是这个手法用的少，因为有方便的，咱为啥去找这麻烦？学习是一回事啊，但真正操作的时候用的少，好吧？看到没有？这个是过渡的位置是要比其他2种方法过渡的位置要少，但是甲面容易堆胶。来，稍等，就是这么去平铺试一下，可以回放。咱们课程是你们回放是可以一直看的啊。笔尖是卡着着色边，稍微往后一点点，我往上涂一下，再给你们举例子。看看啊，做用光疗笔做的时候，如果你们只是过渡边缘，那么它下面这整个一大块色块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颜色都是一致的，所以说它的分界过渡的感觉就很，因为你真正要过渡起来，它是一个由深到浅慢慢散出去的过程，它过渡的就不好。所以说我们做渐变的时候，记得不要卡着边缘去走，不管用什么方式都是一样，往下来一点点，把这个胶给它带出去，给它带匀，就这种手法，好吧？往下来一点，那么它这个胶就由深到浅的就出去了。
跟不上没关系，咱也回放。你能把其中一种方式学会，咱先把所有的过程捋一遍。这个方式你们可以暂时跳过，先不要跟着练。等什么时候把你的其他做好了，你再回来做这个，好吧？再回来做这种方式，好不好？这个不要走这个，只走边缘啊，只走。给它拍它。刚刚这个笔上还有别的颜色。来，从下面看到没有？我把这个颜色给它拍出去，你们不要用平头啊，平头很容易把颜色做的那个做齐了，做太齐。看到呀，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渐变？但是这个操作起来要比其他的笔痕会重，好，来找到，最终这个做完也是上一层这个加固胶照平甲面淡化笔痕，笔痕越重的越需要上加固胶。但是如果你做的非常漂亮，根本不需要，你就我正常看笔痕都很淡，或者说比较浅的话，一层封层也就解决了。那个时候是不需要上加固的，上加固是一个保证它颜色的牢固度、持久度。第二个照平甲面。第三个，让你的封层就是更持久，亮度更持久一点，需要上加固，也可以加固本加的，好吧？好了，来从头到尾，来，宝子们再拿出你的扫扫笔，咱们从头到尾，从这个就专门去做这个扫扫笔的方式，再练习一次啊，大家就需要自己去练了，这是咱透色胶的这个方式。扫扫笔比较好做，对的，扫扫笔比较好操作，而且笔痕是最淡的。用光疗笔的笔尖还是笔毛1/3处，整个笔毛1/3，就是笔要平铺着。我说过了啊，笔要平铺，是这样平铺着走。所以你说1/3也好，说1/2也好，它有可能都会用得上，而不是笔尖是立起来的。因为不管任何类型的胶，看一下，我刷厚一点。不管任何类型的胶，我们平铺看，首先是平铺，我平铺这个甲面的胶。看到它是比较匀的，但是当你立起来的时候，注意看啊，如果你一旦立起来去过渡边缘，你过渡的再好，它也会把胶给刮走，你们就会出现这个分层的现象。接下来我要说扫扫笔，你们出现了分层也是如此，只要你的笔有角度，你不管怎么做，看啊，不管怎么做，你就过渡的再好，它也相当于把下面的胶都给刮走了，看到没有？但是如果你平铺着来，你看我再平铺。那胶又回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它是这个区别，这是一个区别，所以大家要学会控制笔的角度来控制甲面刷痕的深浅，而不是一味的去找这个看我的手法是点的，点，看我做的多快，点的多快，不要看这个，好吧？我给你们说的注意点，记住就好。主攻扫扫笔，对，你好，卡跟不上了。混合来，咱从头到尾啊，就单独把扫扫笔的做法再捋一次。再做一次，好不好？不管是透色，不管是甲油胶、罐装胶还是瓶装胶，再来做一次。你们用透色胶啊，我用这个实色胶，给你们做，你们看得更清楚一点，好不好？更清楚一点，我还是一个纯实色，这样让你们去看，把这个手法控制好了，它操作起来多简单。这个浅绿色的啊，浅绿色、草绿色。先第一层想一下，第一层刷指尖的1/3，你们现在都做成功的，就来看我做啊，看看自己还有哪里不足，然后再记下来，单独记下来再操作，以防万一漏掉，好吧？来，第一层1/3，扫扫笔上如果已经成绺了，一缕一缕的那种感觉，就先把你的笔用清洁水湿润的那个地方先擦掉多余的这个胶，然后这个时候的笔是比较湿润的，需要用我们的手把多余的清洁水给擦掉。但如果你的手容易过敏的这种，你就不要这么操作，你就直接用棉片，干燥的棉片把上面多余的水分给弄掉，好不好？来，第一层1/3，过渡的时候来看啊，为什么你们过渡的边缘容易有断层？因为你在过渡的时候你是这么走的，你的手法是这么下去的，先从笔尖落，然后往后拖，笔尖落往后拖。看一下我用你们的手法，笔尖落往后拖，会把这个位置的胶给刮走。但咱应该怎么做？你们如果说都是用笔尖去走的话啊，我跟你们说说，这是你们的问题。你们过渡完这个颜色就会出现分层，你能看清吗？就在这个位置胶被刮走了，你们做出来的渐变就不漂亮。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让你们平铺在甲面上的原因。平铺是什么意思？来看，平铺甲面不是说笔尖落下去再平铺，而是直接平铺上去。看一下啊，颜色卡在这个深色这条线条的边缘，把往后带胶平着，看到没有？我平着往下放，往后带胶，把胶给它带出去。
带胶的位置长短一致，看到没有？这边颜色整体由深到浅是比较均匀的，但是你立起来这么往后刮，会把胶给刮走的，会刮走的。所以说我把这边再给它做匀啊。第一层把胶给它带出去，好，二次过渡，先不要照灯。带好之后，后缘是有刷痕的。如果你的刷痕比较浅，那么你就不用这一步了。如果刷痕比较重的，我们怎么也得拍一次，就需要把后缘看还是平铺下去往后拉，只不过这一次拉的位置没有第一层带胶带的位置那么长，对不对？还是平铺下去，平铺带，然后速度加快，就是你们看到的我现在这样，而不是我只是在这盲目的点啊，也是点下去往后拖，只不过这一次拖的位置要短了。看到没有？我一个10色胶做也能做出这个样子来，所以好好跟啊。好，来照灯，第一层整体做好之后再照灯，整体做好之后再照灯。哎呀呀，上面有胶，有密封层，多注意啊，多注意你们手里做的。你们最好最终今天作业啊，你们做好的渐变做2个，至少要做2个，然后用磨砂封层。如果没有磨砂封层的，你就用亮层；有磨砂封层的，尽量在你的渐变之后涂磨砂，拍个照给我，好吧？好了，第一层做好，我们上第二层。第二层铺到哪儿来着？还记得吗？甲面的1/2处，就能跟上吧？现在这就跟刚才咱整体这个步骤是一模一样的。你们今天只要做成功了，明天就很简单，明天就是很麻烦的那种就不教大家了，因为我教的越多，你们想的越杂，咱就最简单的方式，最容易操作的，不管是谁都能成功的方式，捋一遍。明天教10色渐变啊，10色渐变完了就是咱们最爱的晕染，晕染指定会伤到一批咱们的学员宝子同学们，伤到咱们同学们，你们肯定会被难住。但是过了晕染，你的每一甲基本上就过了。我可以这么去说，你们只要晕染做好了，基本上问题别的都不大了，好吧？也就是说明天的课程算是咱们最难关，从头到尾的最难关。来，1/2，看啊，能不能看清？去往后带胶，卡在这个，你看到没有？我没有是笔尖去平铺下去，而是把笔尖往下走，用笔尖把后边的这个胶给它带出去，相当于把这一部分胶给它分成2部分，分成3部分，还有一部分在我笔上呢，1、2。那为什么它会变淡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这个位置会变淡？就是因为我把胶给它带走了，然后不要这儿走完之后上这边去走，一笔这儿完了，看看啊，这地方走好之后，压着之前的一半往前去带胶，看到没有？注意你的下笔力度，不要有深有重，哆嗦的什么都不行。看到没有？把胶给它带匀，带出去的之后，这个胶是没有那么多笔痕的，只不过后缘边缘是不整齐的。10色，对，明天是10色渐变，明天是10色渐变，10色要比这个要难一点，有一个手法很难，但是我得教会你们明天啊。好了，你看2次过渡，笔擦干净之后再2次过渡，后缘拍打，就把你那个边缘的地方当成我们涂的色胶。哎，你这一层怎么拍的？这第2层怎么拍？看我做的这个渐变。你们就把我当成一个透色啊做法，我是用10色胶做的，是为了让你们看清楚一点，好吧？来照灯，照灯。今天用的很多问题点，明天都会用得上，所以你们一定把笔记整理好。看不明白，哪里没听明没想明白的，到时候你把你的笔记拍个照，圈个圈儿。会编辑吧？微里面那个图片都可以编辑的，编辑哪个地方不明白，告诉我是什么意思，好不好？你看我这个用深一点的胶，我做2层就可以做成满甲的效果。所以说你们根据自己的需要，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想做的位置浅一点，我可以不用叠加第3层，2层就可以。但是有的胶它就是非常的透，2层出来没有渐变效果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再次第2层上面再叠加1层，或者说把整体的位置降低。整体位置降低是什么意思？注意看啊，整体位置降低。我们想位置在1/2左右的情况下，我们第1层本来是1/3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可以再往下来一点，就不要1/3了，1/4或者1/5。那么第2层我就到这儿涂，我也不涂1/2了。第3层到这儿，对不对？那你整体的位置也是一层层往上叠加，只不过涂胶的位置比之前要短了。好不好？比之前位置要短了，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控制高低，除了控制比例，也可以控制我们的层数，好吧？这是这个。待会儿你站起来听课啊，站起来听，会了。明天10色渐变，好了，到这儿没问题了吧？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刚刚咱们做的这个渐变啊，我直接上一层磨砂封层，你们来看，我用这是一个10色胶做的渐变，有没有刷痕？没有问题。大家如果说
这个扫扫笔，我做了2层，你们要叠加3层或者2层都可以，好吧？不一定必须要3层，老师说了要3层，人家就想做个矮一点的，你非得给他上3层胶，那就不对。磨砂封层之后，宝子们刷好的胶不要马上去照灯，检查一下有没有刷痕。磨砂封层跟别的不一样，它这个胶很奇怪，它很容易留刷痕，很容易留。所以说刷好之后，你稍微等待一会儿再让顾客拿去照灯，它甲面就没有那些竖痕了啊。有竖痕，要不然是没干，要不然是前一层胶没有干，有浮胶太大，要不然就是你刷胶的时候有刷痕。明白了，好，正好，行了，来，我给大家说一个小问题啊，就是不同的这个甲型，其实这个就比较简单了。不同甲型适合的渐变位置啊，首先大家先，我那个再照着灯，咱待会儿先看，我先画出一些来，不要介意啊，有强迫症的都忍住，我画的不规整也没关系，你们拿着尺子去画，好不好？记得今天有学员要1对1学梯形来着，还有什么甲型？好了，来几种甲型看一下啊，作业可以用10色，可以用10色做，但是你10色，你要今天学的是透色，最好是用透色胶，但你要10色能做出透色，做出很干净的效果也没问题。那么你接下来做的任何那个10色问题都不大，明天只需要学习这个精进点就可以了，可以的，你们能做好就行。看一下，就是这是也是用10色胶做的，就是可以放大看一下啊，看一下细节，就你看能不能看到一个分界线，看到没有？这是因为2层的弊端，就有的时候如果大家做出这种，哎，你看从这边看就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像这边是为什么？刚开始咱们把胶给刮了一下，还记得这个问题点吗？所以这边出现了这个，大家记得做的时候一定是由深到浅，没有什么分界线、颜色分界线的，那就算成功了，好吧？这个来给大家说一下不同甲型做渐变适合的位置，首先来看这个是正常指甲，正常指甲，我这指甲有点短，有点窄啊，有点小，也算是正常。什么叫不正常的？那种特别小、特别短、特别圆的，像我这些就跟这个有点类似了啊，特别短的指甲，好不好？有回放吗？有回放的，今天有回放。来，首先是正常的，像这种甲型，我们一般来说，如果是分层去做，咱先从这边来说，越短的指甲它适合什么样的呢？要不然你就前端短一点的渐变，也就是说位置到这儿，深色的位置大概在这儿，也就是说指甲越短的，要不然你就做整个甲面2/3位置的渐变，要不然就做整个甲面1/3位置的渐变。如果你把一个特别短圆的指甲做一个一半一半的渐变，就会显得指甲更圆更。可以自己想象一下，刚刚来了电话，自己想象一下，要不然你就把这个渐变，说实话，渐变是非常显手长的，渐变会显指甲长。就是如果它的本甲比较短的，又想做一个显手长的款式，你完全可以给它去做渐变显手长。所以说短指甲来说，要不然就做1/3，就是大概在指尖的这个位置啊，深色，尤其是特别靠前的，然后要不然你就深色再靠后做3层，往后一点，占整个甲面多一点的，做这2种，这是针对于短指甲，能明白吧？能明白吧？是这个。然后如果说是正常的指甲，说实话，长指甲的怎么做都好看。可以完全这样说，就是你做的延长甲，你做渐变怎么做都好看，但是最近不要做的是什么？只有指尖一点点的，不要做这种渐变。做长指甲要注意的点在哪儿啊？包括这个正常的指甲，比如说它的本甲这么短，你要只做这个位置的渐变，后缘你又是做浅色透色，它的微笑线会特别的明显给露出来。所以说我们在做渐变的时候，除了短指甲注意要不然不要一半一半的那种，要不然直线，要不然整，就是面积大一点的，其他的你随便做。但是你们要注意一个点是什么呢？在做渐变的时候，为了让它指甲整体要好看，尤其是透色系列，微笑线你要想方设法给它盖住，能盖多少盖多少，明白吗？能盖多少盖多少。
比如说它是一个长指甲，但是他就只想做指尖这一丢丢的渐变，指尖一丢丢的渐变，那怎么办？底下先去打底，底下先打底色，用什么底色？用透粉色。或者是乳白色、透白色啊，我写个透白，因为这两个接近于我们本甲的指甲的颜色，你不可能用一个紫色什么，或者说你用其他颜色打底，打个底色之后盖住微笑线，盖住它的微笑线，好吧？这先不说这俩，就先说长指甲啊，盖住微笑线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随机去做渐变，你想做长的做短的都行，延长甲无所谓，看款式，但是不要做的只有指尖这么一丢丢，你要不直接就干脆做法式。对吧？那只有指尖一丢丢，有的时候不好看，很不好看，显得后缘会特别的宽，尤其是尖形甲和梯形甲，好不好？能明白这个点吧？你们去放到手上去想啊，去想，或者自己拿个甲片试一下，做完感受一下。但是这个美甲款式是没有什么对错可言的，就算你做的再不好看，这个款式让我感觉啊真丑，但是总有人会喜欢。所以说大家慢慢形成自己的风格，你会吸引自己风格那一批人，但是主要是你的技术要到位，风格是一风格。不代表说你做的技术不好就是一种风格，那不对啊。好了，这是长指甲，好吧，注意不要指尖一丢丢的这种，尽量往上来一点，要不然你就一半啊、1/3、1/2无所谓，只要别是指尖就好啊。好了，对于正常指甲来说，我们只需要注意的点就是要把它的微笑线给盖住，微笑线给盖住，哪怕做1/2都没有问题。但是说实话，1/2这种比例就是一半一半，是很容易把指甲的整体比例拉短的，所以说这个对于本甲来说，你要是不想给它做的太显指甲短，那么尽量都去避免1/2这个问题，包括长指甲，好吧？虽然都能做，但是长指甲也无所谓。你比如说双色渐变，一半一半很正常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想要改变整个指甲的长宽比例，想拉长它的甲型做渐变的话，尽量避免1/2，不要去1/2做，要不然你就稍微往下来一点，或者稍微往上来一点都可以。好不好？包括我们做上下双色渐变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可以把上面的颜色少一点，下面的颜色多一点，或者说把上面的颜色多一点，下面颜色少一点，不要一半一半。我教你们可能会一半一半去做，但是尽量不要，它这个比例横竖比例一半一半的时候，视觉会一下子缩短，就跟人这个身高一样，上身子和腿一样长的时候，整体感觉就不对啊。腿长了，你不管个子高矮，只要腿长了就会显个高，对不对？就这个感觉啊。你们那个没有别的意思，大家去想一想，好不好？去想一想，这是我们在做渐变不同甲型的时候它的一个渐变。尖型什么？对于甲型来说，应该不能说是甲型，应该说不同的。长短啊，指甲长短适合这个渐变的位置，只要切记短指甲不要去做的太一半，整体都一样，都不要太一半，但是尽量的就是短指甲格外注意一点，其他的无所谓，好吧？能理解这个点吧？到现在来说，大家能听明白吧？透色渐变这么一简单的小东西，你看咱就今天只开课。1分40秒，1个小时，1个半小时，想一想，这个需要大家去实操。对于说新手小白来说，还是有一点点搞不懂的，没关系，咱们慢慢来，好吗？